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心里特别希望有一天，那个伤害过你的人能真心对你说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伤害了你。”可等了很久很久，这句话始终没出现。不是因为事儿没发生，也不是你在胡思乱想，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，或者干脆不愿意去承担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的责任，而你一直在等理解，等得心都碎了。人最脆弱的一面，就是把痛苦拿去交给那个伤害你的人，心里还期待，也许他们会懂我。我们天生就渴望连接，所以当连接断掉时，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修复、解释、证明，把细节翻出来，一遍又一遍地讲，直到对方终于理解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甚至会以为，只要对方理解了，我就能痊愈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呢？如果他们说，我根本不记得，或者你太敏感了，甚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呢？那一刻，其实你已经把内心的方向盘交到他们手里了，你在等他们点头，才敢承认我的感受是真的。可这太危险了，因为你的疗愈完全取决于一个永远可能不会给你的人。后来我学会了自己对自己说，这件事儿发生过，它很重要，它改变了我。这句话不需要任何人来盖章，它本身就足够真实了。这不是冷漠，不是心硬，而是意味着我不再祈求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，不是出于愤怒，而是出于尊重，因为我的疗愈不再依赖别人有没有成长。宽恕这个词很容易让人紧张，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宽恕就是忘记，就是抹掉，就是假装一切都没事儿。可真正的宽恕不是抹去过去，而是重新夺回自己的未来。宽恕不等于事情合理化，宽恕也不等于重新当朋友，宽恕更不等于必须和解。宽恕是我的事儿，而和解是我们的事儿。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甚至不安全。宽恕是我决定不再替别人扛起他们的错，那重量太沉了，它会压进你的身体里，压进你的关系里，让你对没伤害过你的人都充满防备。很多人怕，如果我放下怨恨，是不是就等于否认了真相？其实不是，放下痛苦不是否认真相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够相信它，所以不需要死死抓着。有句话我一直记得，宽恕就是放弃过去本可以不同的希望。我们总想改变过去，总想重写结局，但宽恕要我们做的是接受已经发生的结局，然后带着伤痕、智慧和清醒重新开始。当然，这不会一夜之间发生。宽恕不是开关，而是肌肉。有时候每天都要练习，有时候每小时都得提醒自己。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放下了，可当那个人的名字再次跳出来，胸口还是会揪紧。这不代表失败，而是证明你还是活生生的人。我曾经宽恕过一个我知道永远不会和解的人，那一刻没有什么大顿悟，只有一个安静的念头：我不想再让痛苦主导我的生活了，我更想要平静，而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我更想要自由。这就是宽恕，不是因为伤害不重要，而是因为我很重要。真正的平静不是社交媒体上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标语式平静，而是那种
真正能安放灵魂的平静。它来自于你不再等待别人修复他们毁掉的东西，它在提醒你，就算他永远不道歉，我也能选择痊愈。和一个永远无法和解的人达成平静，不是背叛你的故事，而是宣告，我的故事不会停在这里。你不是因为放手而软弱，你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正温柔而坚定地疗愈自己。有些日子，过去依然会刺痛你，但这不代表失败，而是说明你的心依然敞开。而世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勇气了。记住，你有权选择平静，你有权选择自己，因为你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因为你的未来值得你亲手守护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宽恕的理解。我们下次见。